你好，想弄点啥？你好，老板。你好，今儿叫你看个宝贝啊！哇，你看看，这个是星月，是吧？没猜错吧？是星月讲究，讲究这可是宫里出来的东西。哪儿？宫里出来的东西，你看这是啥？宫里出来的东西。对呀、这是朝珠呀，这可是。这是朝珠。对，我是看着这像，也像是玛瑙珠这。是，这是星月，这是玛瑙嘞。哦，这是星月，这是玛瑙。对，这个像南红的一个小吊坠儿。你说的没错。为啥说它宫里了？啊，这外边大臣上朝，他戴的跟宫里的不一样。俺祖上以前搁宫里出过贵人，我跟你说。出过贵人。对呀、他戴的东西。出贵人是皇上的小妾。啥叫小妾？贵人那最起码得沾上妃子，对不对？哦，妃子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说这是妃子戴的。那可不是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规格等级高着嘞。哦，以前我碰见一个老北京，就像人家说嘞，你说大臣戴的有朝珠，对，妃子戴的也有跟类似的，是吧？妃子她出去参加这个重要的礼仪，跟着皇帝，她也得戴这个朝珠。哦，也得戴这个。对，这以前我跟你说，以前有个老北京，他说他祖上赵皇启，他一眼可镶上这了。他说的没错，这就是宫里出来的。哦，这绝对是这妃子一起戴的。他给我讲，他说你这个珠子10万块钱，你是谁给你要了，你别给他。我说的给你吧。他说的可以，但是我说的你能给个啥价呢？然后俺后来谈到最后，你看咋说了？给多少钱？他说给20万，给20万，但是后来没信儿了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最后可能是手头可能不宽裕，没买。人家可是宫里的正黄旗，20万买这一串，那你可不？我的天呀，20万！你都不想想，这是宫里，这还是妃子戴的。你晚上回去你问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我现在能闻一下吗？可以。会不会对咱们那像您的这个祖上有点不敬啥的？没事儿，这说是祖上这传的，这谁知道俺祖上是跟这儿弄的？哦，对，可能是他家宫里出的妃子，也可能是俺家，但是历史记载没有了。但是说是这样说的。这我也闻一下啊。能闻吗？能，闻贵妃是啥味儿？没闻出来香味儿啊。你得细细的品，细细的闻。你瞅瞅这我的这个包浆，这个皮壳，得细细的闻。每个几百年能真透。不行，你别闻太多了，你再闻上瘾，你这30万给我买走啊！你这是今天就是让过来让我闻一闻，闻一闻，你能给我出个价喽？过年了，你给我出个价。哦，想出手是吧？啊，那行，那你反正故事也听完了，你看这香我也闻完了，那可不。我给你出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你这个家里你看祖上贵人啥的，我也这个我真不懂，但是我看着确实就是一个星月，你说是贵人的话，那最起码得100-200年了。但是我看着是没有100-200年的时间呀。首先啊，你看这个珠子，这个绳里边这个绳是你新穿的，还是之前就是这样的？之前都是这儿的吧？之前就是这样的，那以前也不是这样的绳啊。还有这上面银珠子啊，你看这里面，直接就有塑料，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呀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珠子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对这个虽然不太懂，因为我主要是搞首饰、银币啥的，但是我也知道这老珠子，以前都是手工打的眼儿，是不是？它外边特别大，但是你看这个就特别小，明显的就是机器给打的洞，这不对。不对。还有这个，因为你讲的这些我不太那个啥，每一个珠子我看都不是老珠子。然后这星月，这算是一个木制品，你要是放那么长时间了，说实话，它不得就发霉或者啥的。你刚才确实虽然没有闻出来，没有闻见香味儿，但是我闻着也没有发霉的味道啊。这你天天玩嘞，你看看。整天玩了。传下来的一夜玩发这东西我玩不了，我也给不了价。为啥？你说你张口就要30万，你让我还价，我咋还呀？你来回给我喊我不中吗？没法喊。我喊的低了，你生气不生气？你看看，你喊吧。200。200。啊。不行，别生气嘛，对不对？行，再见。200差距太大了，你这，我给你讲故事。行，再见。